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微博，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方雨桐端着咖啡杯，眼神飘忽不定。我已经是公务员了，你还是个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我平静地说，既然你觉得我们不合适，那就分开吧。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谁能想到2周后，他到县财政局预算科报道，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整个人瞬间僵住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大学同学聚会在市中心的一家茶餐厅举行。我开着自己的本田雅阁到了现场，习惯性地把车停在离聚会地点2条街外的地方。这个习惯是我工作后养成的，总觉得太过招摇不是什么好事。陈维博、程浩然一眼就认出了我，你小子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我笑着和老同学们一一打招呼，大家都在聊各自的近况，有的在企业做销售，有的开了小店，还有几个在准备考研。对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方雨桐，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现在在培训机构当老师。班长指着一个穿着简单白色衬衫的女孩说道。方雨桐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成月牙形。她主动和大家打招呼，声音清脆，大家好，我是方雨桐，师范毕业的，现在在明德教育当语文老师。维博现在做什么工作啊？有同学问我，我早就准备好了标准答案，自由职业，主要做一些设计咨询类的工作，比较灵活。这个回答听起来既不会太寒酸，也不会太引人注目。聚会结束后，我主动找到方雨桐，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打车就行。他礼貌地拒绝，这么晚了，打车不安全，而且现在很难叫到车。我坚持说道。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同意了。当我们走到停车场，我故意绕开了自己的雅阁，而是推出了一辆电动车。你不会是要骑这个送我吧？方雨桐有些意外。是啊，电动车很方便的，不用担心停车，也比较环保。我很自然地说道。你放心，我车技很好的。那天晚上，我载着方雨桐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秋风不算冷，他坐在后座上，偶尔会指路，声音传到我耳边，很温柔。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在一个红绿灯前停下时，他突然说道。佩服我什么？很多男生都喜欢炫耀，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赚多少钱。你不一样，很朴实，很接地气。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不是因为身份地位，不是因为物质条件，而是有人真正喜欢最本真的我。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交往。我们的约会地点总是很平常，街边的小面馆，商场里的快餐店，偶尔会去看场电影。我总是骑着电动车去接他，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你知道吗？我室友都说我眼光有问题。有一次吃完饭，方雨桐突然说道。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觉得我应该找个有钱的男朋友，至少得有辆车。方雨桐低头玩着手机，但是我觉得人品比钱重要。你人很好，踏实可靠，这就够了。我握住他的手，只要你不嫌弃就行。怎么会嫌弃呢？我又不是那种拜金的女孩。他笑得很甜。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下班后，我会换上普通的衣服，骑着电动车去接他。我们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吃路边摊。他会因为我记住他爱吃的小零食而开心，会因为我在下雨天给他送伞而感动。有一次，他生病了，请假在家，我专门请了半天假，
买了菜去他租住的小公寓给他煮粥。你不用上班吗？他虚弱地问道。自由职业者的好处就是时间灵活。我一边熬粥一边说，你多休息，我来照顾你。看着他喝下我煮的粥，脸色慢慢红润起来。我觉得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程浩然偶尔会提醒我，韦伯，你这样瞒着他真的好吗？万一以后被发现了怎么办？我只是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我总是这样回答，如果他连现在的我都接受不了，那说明我们本来就不合适。可是你这样有点不公平吧？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他的。当时的我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我以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身份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我错了。一切的改变从徐小梅开始。徐小梅是方雨桐的闺蜜，一个典型的拜金女孩。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但你永远看不出来，因为她总是穿着名牌，背着奢侈品包包，开着一辆白色的宝马。雨桐，你男朋友今天怎么没来？那天是徐小梅的生日聚会，在城里最贵的西餐厅。我本来想去的，但是临时有个重要会议不能缺席，他有工作来不了。方雨桐有些尴尬地解释，工作？自由职业者还能有什么重要工作？徐小梅撇撇嘴，雨桐，你看看在座的这些姐妹，哪个男朋友不是开着豪车来接送的？就你还要坐电动车？电动车怎么了？环保方便。方雨桐为我辩护，拉倒吧，说白了就是没钱买车。徐小梅毫不客气地说，雨桐，你也不小了，该现实一点了，爱情能当饭吃吗？小梅，你别这样说韦伯，我这是为了你好。徐小梅拿出最新款的香奈儿包包，你看看我这个包，28000，我男朋友眼都不眨就买了。再看看你，谈恋爱这么久，他给你买过什么像样的礼物吗？方雨桐没有说话。确实，我从来没有给他买过什么昂贵的礼物，不是买不起，而是我觉得她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而且你想过没有，你们将来结婚怎么办？她连车都没有，能给你什么样的生活？徐小梅继续说，你看看我男朋友已经在看房子了，市中心的高档小区，一套就是200多万。那天晚上，方雨桐回来后很沉默。我们在他家楼下分别时，他突然说，韦伯，你有想过我们的未来吗？当然想过，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是说具体的，比如结婚、买房、生活这些。我愣了一下，以我的收入和存款，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不能说出来。我会努力赚钱的，给你更好的生活，我只能这样承诺。我不是要求你大富大贵，只是希望你有个明确的目标和规划。他的语气有些失望。你这样一直做自由职业者，真的能有什么发展吗？从那以后，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他开始在意很多以前不在意的事情，比如我们约会的地点，他会提议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虽然最后还是我买单，但他会在结账时显得不自在。他开始关注我的穿着，有一次他陪我买衣服，看中了一件1000多的外套，这件挺适合你的，他说。我看了看价格，故意皱眉，有点贵，要不看看别的？他的脸色瞬间暗了下来，算了，不买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生日那天，我精心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手工制作了一个蛋糕，虽然卖相不怎么样，但是用心调制了他最喜欢的草莓口味。我还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生日快乐！我满怀期待地把礼物送给他。他看着那个略显简陋的蛋糕，
勉强笑了笑，谢谢，你有心了，你尝尝我专门学的制作方法。他切了一小块，点点头，挺好吃的。但是我能看出来，他并不开心。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前一天，徐小梅在朋友圈晒了她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一条价值8万的钻石项链。微博，我们能不能换种约会方式？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求，怎么换？比如你开车来接我，我们去好一点的地方吃饭。我没有车啊，我装作无奈的样子。电动车不是挺好的吗？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算了。我知道他心里的天平在倾斜。徐小梅那些炫富的行为像毒药一样，慢慢侵蚀着他的价值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开始觉得我这个没有上进心的男朋友配不上他。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逛街，在商场门口遇到了徐小梅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男朋友下车给徐小梅开门，动作很绅士。雨桐，徐小梅看到我们，故意走过来，你们也来逛街啊？他的目光在我和方雨桐身上扫了一圈，特别是注意到我们是走路来的，眼中闪过一丝优越感。是啊，随便逛逛。方雨桐有些不自然。那一起吧，正好我们也要进去。徐小梅拉着她男朋友。对了，雨桐，上次说的那个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包？我问。哦，就是一个限量版的包包。雨桐很喜欢，不过价格有点贵。徐小梅故意大声说，2万多呢，不是谁都舍得买的。我看向方雨桐，她低着头不说话。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再买。我平静地说。是啊，以后吗？徐小梅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那天逛街的过程很尴尬。徐小梅和她男朋友不停地在各种奢侈品店进进出出，每次出来都拎着购物袋，而我和方雨桐只能在外面等着，或者去一些平价的店铺看看。晚上回去的路上，方雨桐一直很沉默。怎么了？不高兴吗？我问。没有，她勉强笑了笑，就是有点累。我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她在比较，在权衡，在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他开始觉得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给不了他在朋友面前的尊严。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他开始挑剔我的衣着，嫌弃我的电动车，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微博，你就没想过换个工作？有一次他直接问我，为什么要换？现在挺好的。好什么好？自由职业者说的好听，说白了就是没有正式工作。你看看人家，要么在大公司上班，要么是公务员，多稳定。稳定不代表一切。我说，不代表一切，但起码代表安全感。他看着我，眼中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微博，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跟着你有什么未来。那一刻，我很想告诉他真相。我想说我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我是县财政局的科长，我有稳定的收入，有不错的前途。但是我忍住了，我想看看他到底有多爱我，看看他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能给他的物质生活。事实证明，我看错了他。转机出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天方雨桐心情不好，我陪他在公园里散步，他突然停下来，指着远处的县政府大楼说，你说，如果我去考公务员会怎么样？我心里一紧，表面上还是很平静。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他认真地说，培训机构的工作不稳定，而且收入也不高。如果我能考上公务员，至少有个铁饭碗。公务员考试很难的，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知道难，但是我想试试。
他转过头看着我，你支持我吗？当然支持。我点点头。你想考哪个部门？我想考县财政局。他的回答让我差点露出破绽。听说那里福利待遇不错，而且工作相对稳定。县财政局，我的单位，他要考我的单位。财政局确实不错，我尽量保持平静，不过专业性比较强。你确定能适应吗？我可以学啊，现在网上有很多培训资料。他很有信心，而且我文科基础还可以，应该问题不大。从那天开始，方雨桐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买了一堆公务员考试的书籍和资料，每天下班后都要学习到很晚。我有时候去他家，看到他认真做题的样子，心情很复杂。这道题你会吗？他有时候会拿一些行政能力测试的题目问我，我看看，我接过来。这些题目对我来说都很简单。你怎么这么厉害？他惊讶地看着我，感觉你对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很熟悉，平时接触的项目比较多，涉及到一些政府部门的业务。我解释道，其实岂止是熟悉，我就是干这行的。那些他觉得难懂的法律法规，那些复杂的预算流程，那些机关内部的运作方式，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你能帮我辅导吗？他期待地看着我。当然可以。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个县财政局的科长在假装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辅导自己的女朋友考本部门的公务员。我给他整理了很多资料，都是一些内部才能接触到的干货。我告诉他财政局的组织架构，各个科室的职能分工，甚至一些具体的工作流程。韦伯，你懂得好多。他很崇拜地看着我，感觉你比那些培训班的老师讲的还好。可能是因为我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吧。我心虚地说，你要是去当公务员考试的培训老师，肯定很受欢迎。我笑了笑，没有接话。如果他知道他正在向一个真正的公务员学习如何考公务员，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备考的过程中，我发现方雨桐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向往公务员的身份，向往那种稳定体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跃升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等我考上了公务员，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了。有一次他这样说，怎么不一样？到时候我就是体制内的人了，有稳定的收入，有社会地位。他的眼中闪着光，虽然刚开始工资不高，但是以后发展空间很大。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失落。他说的是我，不是我们。他已经在构想自己成功后的生活，而这个生活里似乎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这种感觉在他和徐小梅的交流中得到了印证。雨桐真厉害，要考公务员了。徐小梅故意在我面前说，公务员多好啊，铁饭碗，社会地位高，以后找男朋友的标准都可以提高了。什么找男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方雨桐看了我一眼，现在有和以后有是两回事。徐小梅意味深长地说，等你成了公务员，眼界就不一样了，到时候那些优秀的男人都会主动追求你，你还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吗？方雨桐没有反驳，只是沉默。那一刻我明白了，他已经开始动摇了。公务员考试不只是一个工作机会，对他来说更像是一次人生的升级。他觉得成功考上后，自己就会变成另一个阶层的人，就应该过另一种生活。韦伯，你真的不考虑换个工作吗？备考后期，他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换？你看我马上就要考公务员了，如果我们两个差距太大的话。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我直接问，不是配不上，是我希望我们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他避开我的目光，你这么聪明，如果也去考公务员，肯定能考上。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他想要努力够到的高度，我已经站在那里很久了。他不知道，他以为的天堑，在我眼中只是一道门槛。我再考虑考虑，我敷衍的回答，那你要快点考虑，等我考上了，时间就来不及了。他的话里隐含着威胁的意味。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方雨桐变得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疏远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你这段时间好好复习，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很善解人意地说，等考完试我们再好好聚聚。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但是我知道，等他考完试，等他知道结果，我们之间就真的结束了。他已经在心里为我们的关系设定了截止日期。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给他发了条短信，加油，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他回了一个简单的谢谢。那一刻，我很想告诉他，其实你不用这么努力，因为你的男朋友已经在你想去的地方等着你了。但是我没有说，我想看看，当他得到他想要的身份后，会如何选择我们的关系。考试那天，我一边处理着科里的工作，一边想着他在考场里答题的样子。那些题目中关于财政业务的部分，很多都是我亲自经手的项目。他用我教给他的知识去考我所在的部门，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讽刺。1个月后，成绩出来了，方雨桐以第3名的成绩成功进入面试。我成功了，他兴奋地给我打电话，笔试成绩出来了，我排第3，恭喜你。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虽然心情很复杂。韦伯，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助。他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如果没有你的辅导，我不可能考得这么好，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面试还要准备一段时间，等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好好谈谈。我知道他想谈什么，他想要的不是庆祝成功，而是和我做个了断。面试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我给他详细介绍过财政局的情况，他对业务比其他考生了解得多得多。又过了半个月，最终结果出来了，方雨桐被录取了，分配到县财政局预算科，我的科室，他要成为我的下属了。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方雨桐高兴得像个孩子，他穿着一身新买的职业装，拿着通知书不停地拍照。我真的考上了县财政局预算科。他兴奋地给我打电话，韦伯，我们今天庆祝一下吧。好啊，去哪里庆祝？去金豪酒店吧，那里环境好，正式一点。金豪酒店是县里最好的酒店，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么高档的地方。我知道他选择这里是有原因的。当天晚上，我换上最好的衣服，还是骑着电动车去接他。看到他站在楼下等我，穿着精致的连衣裙，化着淡妆，整个人显得格外有精神。你怎么还是骑电动车？他皱了皱眉。要不我们打车去？算了，就这样吧。他语气里有些不情愿。到了金豪酒店，我们在豪华包厢里坐下，菜单上的价格让我故意犹豫了一下。其实以我的收入，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今天是庆祝，贵一点没关系。方雨桐大方地说，以后我就是正式的公务员了，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点菜的时候，他特意选了一些平时我们不会点的高档菜品，红酒也选了最贵的一款，这瓶酒要800块。我故意说，没关系，今天特殊情况。他很豪爽地说，
而且以后这种消费对我来说就是正常水平了。吃饭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说考试的经历，说对未来工作的憧憬，说对新生活的期待。我静静地听着，心情越来越沉重。韦伯，其实我一直想和你谈一些事情。酒过三巡，他突然认真起来，我的心沉了下去，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什么事情？关于我们。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冷静。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关系。怎么审视？你看，我现在已经是公务员了，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他顿了顿，但是你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好什么好？他的语气里有了不耐烦。韦伯，你要面对现实，我们现在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是体制内的人，你是自由职业者，我有稳定的收入和发展前景，你每天还在为生计奔波，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我直接问，不是配不上，是不合适。他避开我的目光，我们的生活轨迹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我以后要参加各种正式场合，要和同事领导交往，而你……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我拿不出手，所以你想分手？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语气很坚决。韦伯，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我需要一个能和我匹配的伴侣，一个能在事业上支持我的人。我看着她，这个我深爱的女孩，现在却像陌生人一样冷漠。3个月的备考彻底改变了他。不，也许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以前掩饰得很好。你考虑清楚了？我最后问一遍。考虑得很清楚。他点点头。我们分手吧。我沉默了几秒钟，出人意料地点了点头。好，我同意。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你不生气？生气有用吗？我平静地说，既然你觉得我们不合适，那就分开吧。我以为你会挽留我。他有些意外，挽留一个已经决定离开的人没有意义。我拿起酒杯，为你的成功干杯，也为我们的结束干杯。他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就被坚决所代替。谢谢你的理解。他举起酒杯，希望我们都能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喝完了那杯酒，就像喝完了我们的爱情。结账的时候，他主动拿出钱包。今天我请客。不用，还是我来吧。不，这是我对过去的一个告别，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宣誓。他坚持付了账。那顿饭花了2000多块，几乎是他1个月的工资。但他毫不犹豫地刷了卡，就像在向我证明什么。走出酒店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电动车，再次皱了皱眉。我自己打车回去吧。好，我点点头。我们站在酒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豪车，谁也没有说话。那我走了。他最终打破了沉默。再见。我看着他打车离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愤怒，不是不甘，而是一种深深的失望。我失望的不是他的选择，而是我看错了他的本质。我以为她是个不看重物质的女孩，我以为她爱的是我这个人，但事实证明，她从来就没有爱过真正的我。她爱的是她想象中的我，是那个能给她带来优越感的我。当她有了更好的选择，当他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我。回到家里，我坐在沙发上，想着这几个月来的种种变化。从他开始备考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关系就注定要结束了。他要的不是一个男朋友，而是一个配得上他新身份的附属品。程浩然给我打电话，听说你们分手了。是的，你不觉得遗憾吗？他马上就要到你的单位工作了，
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什么遗憾的。我平静地说，既然他觉得我配不上他，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配不上。你想怎么做？什么都不做。我笑了笑，时间会证明一切。挂掉电话后，我想起了他即将入职的事情，还有2周，他就要到县财政局报到了。到那时，他会看到一个怎样的真相呢？我有些期待那一刻的到来。2024年3月15日，方雨桐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他早早起床，精心打扮，穿上新买的职业套装，化了精致的妆容。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专业而自信，完全不像几个月前那个在培训机构上课的普通老师。今天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他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到了县财政局门口，他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你好，我是新来报道的方雨桐。他在前台登记。欢迎欢迎。前台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你就是考到我们预算科的那个高分考生吧？陈科长昨天还在说，终于来了个业务能力强的新同事。陈科长，方雨桐有些好奇，能介绍一下我们科长吗？等会儿你就见到了，特别年轻有为的一个领导，年纪轻轻就是副处级了。前台小姑娘一脸崇拜，长得也特别帅，就是一直单身。不知道多少女同事暗恋他呢。方雨桐点点头，心里有些期待，能在这么年轻就当上科长，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小方，欢迎加入我们财政局大家庭。人事科的刘科长亲自来接他。走，我带你去预算科报道。一路上，刘科长介绍着单位的情况。我们财政局是县里的重要部门，预算科更是核心科室。你们陈科长年轻有为，工作能力特别强，跟着他好好学，前途无量。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方雨桐谦虚地说。来到预算科办公室，刘科长敲了敲门。陈科长，新同事来报道了，请进。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方雨桐跟着刘科长走进办公室，抬头看去，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坐在科长位置上的正是陈维博，那个他认为没有上进心的男朋友，那个他觉得配不上自己的前男友，那个他因为没有稳定工作而甩掉的人。此刻正穿着得体的衬衫，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桌上摆着预算科科长的名牌。陈维博看到他，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平静地站起来，欢迎新同事。陈科长，这就是方雨桐，你们预算科的新成员。刘科长笑着介绍。小方，这是我们的陈维博科长，县里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方雨桐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仿佛有10000个雷在头顶炸开。他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了，小方？身体不舒服吗？刘科长关心地问。我。方雨桐看着陈维博，眼中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可能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陈维博平静地说。刘科长，要不您先回去，我来安排他熟悉工作环境。好的，那就麻烦陈科长了。刘科长离开了办公室，顺手关上了门。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空气安静的可怕。方雨桐瞪着陈维博，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是科长？是的，陈维博简洁的回答。你一直都是科长？是的。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自由职业者？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自由职业者？陈维博反问。我只是说做设计咨询类的工作比较灵活，预算科的工作本来就涉及很多设计和咨询内容。方雨桐想起他当初的话，
确实，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自己的具体职业，是他自己理解成了自由职业者。可是你骑电动车，住普通的房子，吃便宜的饭菜，那又怎么样？陈维博看着他，我有规定公务员一定要开豪车，住豪宅吗？我喜欢低调一点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问题？方雨桐觉得天旋地转，这些天来，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升级，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没出息的男朋友，可以找到更匹配的人。但现在他发现，那个被他抛弃的人，一直就站在他想要达到的高度上。不仅如此，他还是他的上司，他的领导。你一直知道我要考财政局？他艰难地问。知道。你知道我会被分到预算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声音有些尖锐。告诉你什么？陈维博平静地反问。告诉你我其实是你想要考的单位的科长，然后你就会因为我的身份而选择继续和我在一起。方雨桐无言以对。我想看看你到底爱的是什么。陈维博继续说，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能给你的生活？现在答案很清楚了。方雨桐想要辩解，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你觉得我配不上你，觉得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所以选择了分手。陈维博的语气依然平静。那很好，现在你可以安心工作了。维博，我不知道。陈科长，陈维博打断了他，在工作场合，请叫我陈科长。方雨桐看着他陌生的表情，心里涌起巨大的后悔和恐慌。他想要解释，想要挽回，但是他知道一切都晚了。那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陈维博看着他，你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我们不合适，我配不上你。现在我是你的上司，你是我的下属，就这样。方雨桐的脸色苍白如纸，他想象过无数种入职第一天的情景，但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会安排老王带你熟悉工作流程。陈维博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一份文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或者通过正常渠道向我汇报。维博，不，陈科长，我们能私下谈谈吗？没必要。陈维博头也不抬。工作时间谈工作，私人时间我比较忙。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请进。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科长，听说新同事来了。老王，来得正好。陈维博抬起头，这是方雨桐，新来的同事，你带他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和流程。好的。老王热情地向方雨桐伸出手，欢迎欢迎，我是王建国，预算科的老同志了。方雨桐机械地和他握手，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小方啊，能考到我们科来不容易，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王建国拉着他往外走。我们陈科长年轻有为，业务能力特别强，跟着他好好学，保证你进步飞快。王老师，陈科长，他在这里工作多久了？方雨桐忍不住问。陈科长，那可了不得了。王建国一脸自豪，从市财政局调过来已经3年了，年纪轻轻就是副处级，业务能力在全市都是有名的，据说市里好几个单位都想把他挖过去呢。他结婚了吗？没有，一直单身。王建国压低声音，不过追他的女孩不少，就是人家眼光高，一般的看不上。方雨桐听着这些话，心如刀绞。他想起那些和陈维博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他的耐心、体贴和包容。那时候他以为他是个普通人，是他在迁就他，现在才知道，一直迁就他的是他。以他的身份地位，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他选择和他在一起，用最朴实的方式爱他，是因为他想要的是真心，而不是因为身份地位的虚伪感情。可是他辜负了这份真心，一整天下来，方雨桐都处在恍惚状态中。他机械地跟着王建国学习工作流程，听他介绍各种规章制度，但脑子里想的全是陈维博。下班的时候，他故意磨蹭到最后，等所有人都走了，才敲响了陈维博办公室的门。请进，陈科长，我想和您谈谈。他小心翼翼地说，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吗？陈维博看都没看他，不是工作，是关于我们，没有我们。陈维博打断了他，方雨桐，我希望你明白一点，工作归工作，私人感情不要带到办公室来。可是我想解释。解释什么？陈维博终于抬起头看着他，解释你为什么觉得我配不上你，解释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还是解释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后想要复合？方雨桐被问得哑口无言。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合适。陈维博站起来，收拾桌上的文件。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们确实不合适。为什么？方雨桐急切地问。因为我发现你爱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能给你的生活。陈维博看着他，眼中没有一丝温度。当你以为我只是个普通人时，你嫌弃我；当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你又想回到我身边。这样的感情，我要来有什么用？方雨桐想要反驳，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下班了。陈维博拿起公文包走向门口。你也早点回去吧。看着他的背影，方雨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知道，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男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一个原本可以给他幸福的人，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接下来的日子对方雨桐来说就像一场噩梦。每天上班，他都要面对陈维博，他总是那么专业，那么公事公办，仿佛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私人关系。开会的时候，他会认真听取他的汇报，工作中有问题，他也会耐心指导，但是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多余的交流。小芳，你们科长人真好。办公室的小张羡慕地说，又帅又有能力，关键是对下属特别耐心。是啊，方雨桐勉强笑了笑。听说他一直单身，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能配得上他。另一个同事感叹道，像他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完美的结婚对象啊。方雨桐听着这些话，心里痛得要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陈维博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却亲手推开了他。更让他难受的是工作中的种种细节，比如审核预算报告时，陈维博展现出的专业能力让他震惊。那些复杂的财政法规，那些繁琐的预算流程，他都了如指掌。他想起当初他给他辅导考试时的种种表现，现在才明白，他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的专家。比如和其他部门开会时，看到那些局长科长对陈维博的尊重和重视，他才真正理解他在县里的地位。那些他以为高不可攀的领导，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比如处理一些复杂的业务问题时，看到他游刃有余的处理方式，他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工作能力。那些他觉得困难的问题，在他那里都有清晰的解决方案。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陈维博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专业、礼貌、疏远。他从来不会因为他的暗示而有任何松动，也不会因为他的眼泪而心软。陈科长，这个报告我不太明白，您能指导一下吗？
他故意找理由接近他，这是基础的预算编制流程。你应该在培训中学过。他看都不看他，不明白的话可以先问老王，或者看看相关的规章制度。可是我觉得您讲得更清楚。方雨桐同志，他抬起头，正式地看着他。我希望你能尽快适应工作，独立完成自己的职责。作为科长，我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指导每一个下属。那一刻，方雨桐看到了他眼中的陌生。这个曾经对他千依百顺的男人，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他没有变，变的是他自己。徐小梅得知真相后的反应，更是让他雪上加霜。你说什么？陈维博是县财政局的科长？徐小梅在电话里尖叫。副处级干部，他才28岁。是的，方雨桐有气无力地回答。我的天啊，雨桐，你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吗？徐小梅的声音里满是不敢置信。副处级啊，在县里那是什么概念？我男朋友辛辛苦苦做生意，一年也就赚个几十万，人家一个副处级干部，那前途无量啊！我知道我错了，这哪是错了，这是瞎了眼。徐小梅毫不客气地说，我之前还觉得你男朋友配不上你，现在看来是你配不上人家。小梅，你别说了，我不说，我要不说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吗？徐小梅越说越激动，人家堂堂一个科长，为了真心爱你，宁愿骑电动车，宁愿装作普通人。你倒好，嫌人家穷。我当时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有眼不识金镶玉。徐小梅恨铁不成钢。雨桐，你得想办法挽回他，这样的男人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我试过了，他不理我，那你就继续试，死缠烂打也要把他追回来。但是方雨桐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陈维博对他的爱，他对这份爱的珍惜，都已经成为过去。他试图在工作之外找机会和他交流，但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他试图通过同事打听他的近况，但得到的消息只会让他更加痛苦。听说陈科长最近经常加班，好像是市里有个重要项目要他负责。陈科长真的很敬业，昨天看到他10点多还在办公室。有人说陈科长可能要升职了，这么年轻的副处级，前途不可限量。每一条消息都在提醒他，陈维博的生活很充实，很精彩，完全没有因为失去他而受到任何影响。而他呢，每天活在悔恨和自责中，工作也做不好，生活也没有快乐。转折点出现在2个月后的一次全县工作会议上。那天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方雨桐作为新入职的公务员也被安排旁听。下面有请财政局陈维博科长做工作汇报。主持人宣布。方雨桐看到陈维博走上主席台，穿着笔挺的西装，举止优雅，气质出众。他的汇报清晰明了，数据详实，获得了台下阵阵掌声。陈科长年轻有为，工作出色，是我们县里的优秀青年干部代表。县长在总结时特别表扬了他。坐在台下的方雨桐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陈维博，心情复杂到了极点。这就是他曾经觉得配不上自己的男人，这就是他因为没有出息而抛弃的人。会议结束后，他看到很多领导主动和陈维博握手交谈，看到很多同事围着他请教问题。他想起那些他和他一起度过的平凡日子，想起他骑着电动车载他穿过大街小巷的温馨画面。那时候他拥有的是一个完整的陈维博，一个愿意为了他放下身段隐藏身份的男人。
现在他看到的是公众面前的陈维博，光鲜亮丽，但与他再无关系。当天晚上，他鼓起勇气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维博，我们能见面谈谈吗？很久之后，他回了一条简洁的信息：没必要。方雨桐看着这3个字，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又过了1个月，方雨桐听到了一个让他彻底绝望的消息：听说了吗？陈科长有女朋友了。办公室里有人在讨论：真的吗？什么样的女孩？市里某个局的副科长，听说是陈科长在市财政局工作时的同事，人很优秀，那不是很般配吗？都是体制内的，年轻有为。是啊，听说女方对陈科长的才华很欣赏，2个人有很多共同语言。方雨桐听着这些议论，感觉心脏被狠狠撞击了一下。他想象着那个女孩的样子，优秀、知性、独立，真正能和陈维博匹配的人，不像他，只知道嫌贫爱富，只看重表面的东西。当天下班后，他又一次敲响了陈维博办公室的门。陈科长，我想和您谈谈工作上的事情吗？他没有抬头。不是，是私人的事情。这次他抬起头看着他，眼中有些不耐烦。我说过了，私人感情不要带到办公室。那我们可以在办公室外面谈吗？陈维博沉默了几秒钟，最终点了点头。好吧，你说。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方雨桐小心翼翼地问。是的，他坦然承认。你爱她吗？这个问题很奇怪。陈维博看着他，我为什么要和前女友讨论现在的感情状况？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放下我们的过去了？方雨桐，陈维博的语气有些严肃。我觉得你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你选择了分手，是你觉得我们不合适。现在我有了新的生活，你却来询问我是否放下了过去。我知道我错了，错了就错了，承认有什么用？他打断了他。你当初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你需要一个能和你匹配的伴侣。现在怎么了？发现我其实比你想象的层次高，就觉得错了。方雨桐被问得哑口无言。我现在的女朋友，她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的身份，她爱的是我这个人。陈维博继续说，而你，当你以为我是普通人时嫌弃我，知道我的身份后又想挽回，这样的感情我要来干什么？可是我是真的爱您，爱我。陈维博笑了，但笑容里没有任何温暖。你爱的是陈科长，不是陈维博。你爱的是我的身份，不是我这个人。方雨桐想要辩解，但他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我希望你能好好工作，尽快适应新环境。陈维博站起来，至于感情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都应该向前看。说完，他拿起公文包离开了办公室，留下方雨桐一个人坐在那里黯然神伤。半年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方雨桐正在整理文件，突然听到办公室里一阵兴奋的议论声。真的吗？陈科长要订婚了？是啊，听说下个月就办订婚仪式。女方是什么人？市财政局的李副科长，听说特别优秀，年轻漂亮，而且很有才华，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方雨桐听着这些话，手里的文件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他知道陈维博真的走远了，他找到了真正懂他、爱他的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他还在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承受着痛苦的后果。那天晚上，他给徐小梅打电话：小梅，陈维博要订婚了。什么？徐小梅的声音里满是震惊。和谁？市财政局的一个副科长。雨桐，你就这样放弃了？我还能怎么办？
方雨桐苦笑，人家都要订婚了，我还能去破坏人家的幸福吗？可是你不甘心啊，甘心不甘心有什么用？方雨桐的声音里满是疲惫，是我自己把他推开的，怪不了任何人。挂掉电话后，方雨桐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他想起了很多很多。第一次见面时他朴实的笑容，第一次约会时他认真选餐厅的样子，生病时他熬粥给他喝的温柔，下雨天他撑伞送他回家的背影。那些美好的回忆现在都成了最痛苦的折磨。他拥有过最好的爱情，却因为自己的虚荣和短视而亲手毁掉了它。现在的他在工作中是陈维博的下属，在感情上是被他抛弃的前女友，每天都要面对他，却只能保持专业的距离，每天都能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却只能默默承受心中的痛苦。他成了自己虚荣心的受害者，也成了这个故事中最可悲的人。而陈维博呢？他用最平静的方式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优秀，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他没有报复，没有炫耀，只是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真正值得爱的人。这就是一个关于选择和后果的故事。方雨桐选择了他以为更好的未来，却失去了真正的幸福。他以为考上公务员就能改变人生，却不知道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是品格和眼光。有些错误可以弥补，有些机会可以重来，但有些人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方雨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情不是门当户对的匹配，而是心灵的相通；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精神的契合。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故事的最后，方雨桐依然在县财政局工作，陈维博依然是他的上司，他们的关系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最初的状态。他是科长，他是科员，只是再也没有了爱情。而在某个周末的黄昏，当方雨桐看到陈维博和一个温柔知性的女子手牵手走过县城的大街时，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失去。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